饥饿老狼拦路抢劫，老猎人慷慨解囊送上猎物，竟被狼群彻底赖杀。小胡提着猎物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这下可以开荤了。没想到刚要转身，一头野狼就扑了上来。小胡从小跟着父亲打猎，知道林子里有野兽出没，腰里经常别着短刀，以准备不时之需。情况紧急，眼看野狼靠近，他连忙拔出刀，准备决一死战。没想到野狼靠近后，一口咬住他腰上的猎物就往出扯。小胡这才反应过来，眼前骨瘦如柴的老狼是饿急眼了来拦路抢劫的。想到这儿，他哭笑不得。眼看野狼已经饿成了皮包骨，他实在于心不忍，连忙松手，任由老狼把肉拽走。已经是10月中旬，山里寒风刺骨，食物短缺。一开春，每年都有冻死、饿死的动物尸体。小胡一家就住在山脚下，村里人除了种地放羊，就靠打猎为生。小胡的父亲就是村里有名的老猎手，从小受父亲影响，他也学了一手的好技巧。最近眼看气温骤降，一旦大雪封山，再想进山可就难了，所以一大早他就告别父母，独自上了山。只可惜最近气温低，活跃的野生动物少之又少。忙活了大半天，就打到几只野兔，又遇上了拦路虎。看着老狼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小胡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说不定早就被老狼盯上了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想到这儿，小胡无奈地笑了笑，就准备打道回府。饥饿老狼拦路抢劫，猎人扔下食物慷慨解囊，狼群竟赶来报恩。眼看老狼倒叼着腰间的肥肉不肯走，小胡连忙把肉解下来扔到地上。本以为骨瘦如柴的老狼饿急眼了会独吞，没想到没吃几口就突然停下，咬着肉向前狂奔。没跑几步又停下来，转头盯着他。小胡觉得奇怪，老狼似乎想让他跟上。尽管心里害怕，但出于好奇，他还是跟了上去。到了一看，这才发现挨饿受冻的除了老狼，还有4只小狼崽，饿了好几天没开过荤。小家伙们一闻到血腥味，野性爆发，飞扑上去拼命撕咬，想填饱肚子。可一只野兔分量实在没多大，老狼一脸忧愁地看着小胡。虽然家里也不宽裕，等着野味过冬，但小胡看着小家伙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实在不忍心，干脆把麻袋里的猎物也一并倒在地上。老狼见状，赶紧叼到幼崽身边。虽然一天的辛苦白白喂了狼，但看着小狼崽能活下来，也十分欣慰。小胡长叹一声，摆摆手，掉头下山回家。没发现身后一直有一双幽暗的眼睛盯着自己。见儿子空手而归，老爷子以为今天运气不行，还安慰他别灰心，再接再厉。听了小胡的离奇遭遇，也是大吃一惊。直言狼是山里最有灵性的生灵，救命是积德的好事儿。夜里寒风呼啸，小胡却辗转难眠，担心小狼崽们会被冻死。后来实在放心不下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又上了山。东北猎人意外救下野狼，割肉投喂，竟被狼群彻底赖杀。小胡再次来到狼窝，见老狼不在家，这才大着胆子上去和小狼崽亲密互动。小家伙们也不怕生，吃着小胡带来的食物，任由小胡抚摸。就在这时，出门觅食的老狼突然出现，瞪大双眼，死死盯着小胡，发出瘆人的嚎叫声。小胡心里一惊，连忙后退。老狼迅速跑到幼崽跟前，像护崽的老母鸡一样把孩子保护起来。低头一看，这才明白小胡的好意。看清地上的食物，老狼满脸歉意，慢慢凑过来，咬着小胡的裤腿拼命拖拽，示意小胡跟他走。一人一狼跑了几百米，小胡累得气喘吁吁。见老狼停下脚步，抬头一看，2头落单的小鹿正在不远处的小河边喝水。小胡终于明白，老狼这是打算和自己平分猎物。他搭起弓箭，瞅准目标，奋力一射，一头小鹿突然倒下，另一头受了惊吓，拔腿就跑。小胡本打算和老狼平分猎物，谁曾想刚转头就看见老狼向森林里跑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小胡觉得奇怪，准备拉着猎物下山回家，今天可真是收获颇丰。结果走到半路，突然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，转头一看，母狼正领着小狼崽跟在身后。小胡眼看被赖上，十分无奈。到家后，老爷子见儿子打到了猎物，正高兴，往后一看，吓得连连后退。在山上打了大半辈子猎，还是第一次离野狼这么近。小胡连忙解释，父子俩一商量，这天寒地冻的大小是一条命，于是把家里闲置的小库房打扫出来做了狼窝。老狼年老体弱，尽管晚年有小胡照顾，还是没能熬过第2年的初春。
小胡成了几个小狼崽的主人，几个小家伙平时在山上撒欢，饿了就回家觅食过得十分惬意。